自从上次狐狸猫家的邻居差点发生严重火灾后，又过了几天，终于等到了狐狸猫最喜欢的生物课。在上课前，狐狸猫跑去跟老师说，上次考试时心跳加快、呼吸加快，以及发生火灾时自己把将近90公斤的爸爸背下楼的这些事情。老师听了笑了笑说，这跟你爸爸之前提到的激素的确有关系。刚好老师今天要说的新章节可以帮你解惑，等一下记得要认真上课哦。这时钟声响起了，狐狸猫回到自己的位子上，准备认真上他最喜欢的生物课。在上课前，老师想问你们，有人今天没有吃早餐的吗？我，老师，我今天没有吃早餐。那你现在会感觉肚子很饿或是不舒服吗？现在还好，不过刚刚好像饿到有点头晕，但后来又好了。下次记得要吃完早餐再来上课。小树蛙没吃早餐，这跟老师今天要上的课很有关系。刚才提到肚子饿太久会觉得头晕，这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太低造成的。不过刚才小树蛙也提到了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知道，是不是我们身体习惯了没吃东西的状态，感觉疲劳了，所以就不会头晕了？这个答案感觉挺合理的，但并不是正确答案哦。还有人要回答吗？这时教室又呈现了一阵的静默。老师见状，便点狐狸猫来分享他的答案。是不是我们体内会产生可以升高或降低血液中葡萄糖浓度的物质呢？没错，狐狸猫说对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人体会经历生长、代谢，甚至还会面对危险、紧张等各种状况。为了因应各种情况，体内会分泌激素来处理各种问题，而且只要少量的激素就可以产生极大的作用。有关于激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，这就要从内分泌系统说起。前面学过了，帮助我们产生协调反应的神经系统之外，还有一套专门调控体内运作与平衡的内分泌系统。内分泌系统是由各种内分泌腺所组成，这些内分泌腺所分泌的物质就叫做激素。这些激素是由血液运输到全身，会对特定的细胞发生作用，而且只要适当的量就可以产生作用。激素分泌过多或过少，分泌太早或太晚，都会引起疾病。下列关于激素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激素需要非常多的量才能产生作用。B. 激素是由内分泌腺所分泌的物质，并由血液运输。C. 激素用来调节体内机能平衡，对于外在刺激并没有反应。以当你没吃早餐，饿了一段时间，后来觉得不饿了为例，就是我们内分泌系统中的胰岛这个构造。胰岛会分泌升糖素，使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升高，而相对的，如果胰岛分泌胰岛素，则会使血液内的葡萄糖浓度降低。那老师，我们体内除了胰岛，还有什么样的内分泌腺呢？像是狐狸猫遇到火灾时，居然可以背起将近90公斤的爸爸逃生，就是我们体内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作用的结果。而面对考试或是看到喜欢的人，会感到紧张，进而引起心跳加快、呼吸加快，这也跟肾上腺素的作用有关。整体来说，除了刚才提到的2种内分泌腺外，我们再介绍几种重要的内分泌腺。首先是位于大脑下方的脑垂腺，会分泌生长激素，促进个体的生长发育。
脑垂腺也能分泌多种促进激素，影响其他内分泌腺体的作用，因此被称为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主宰。再来，则是位于气管两旁的甲状腺及副甲状腺。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可以调节细胞代谢与生长发育，而副甲状腺分泌的副甲状腺素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液中钙的浓度。最后还有一个男生女生不一样的内分泌腺，称为性腺。男生的性腺是睾丸，女生的性腺是卵巢。性腺分泌的激素可以帮助我们在进入青春期后表现出第二性征。请问下列关于内分泌系统的相关作用何者正确 ？A. 脑垂腺跟我们的生长发育有关。B. 紧张时会心跳加速，跟副甲状腺相关。C. 看到心仪的女生会心跳加快，是因为性腺的作用。而我们生活周遭其实有很多跟内分泌失调有关的疾病，有没有人想要回答看看，可能是哪些疾病呢？刚才说到内分泌中的脑垂腺是跟生长有关的，是不是有人会长得特别高或特别矮呢？我猜猜，刚才有提到跟血液中葡萄糖浓度的调节，所以糖尿病是不是也是跟内分泌失调有关的疾病呢？不错哦，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是对的。脑垂腺分泌的生长激素过多或过少的时候，的确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个体的高矮。如果幼年期分泌过多，会造成巨人症；分泌过少，则会造成侏儒症。而糖尿病的确有可能是因我们体内胰岛素长期分泌不足所导致。其余常见的内分泌失调疾病，像是甲状腺素分泌过多，则容易导致我们神经紧张，这种疾病又称作甲状腺亢进。而副甲状腺如果分泌不足，则会影响骨骼发育，甚至使得骨骼较脆化，容易造成各种骨折。关于内分泌系统的基本观念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？A. 生长激素分泌过少可能会导致侏儒症。B. 副甲状腺跟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功能一样。C. 糖尿病是因为升糖素分泌太多所造成的。最后，老师照惯例的来帮大家做个重点整理。1. 内分泌系统作用可以帮助人体调节生理机能。2. 内分泌系统分泌的物质为激素，经由血液运送至目标器官，分泌的适时与适量对身体的运作都有重要影响。3. 内分泌系统失调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，像是侏儒症、糖尿病等。刚刚在课程中有学到了性腺，那请问大家，如果我们的性腺分泌的雄性或雌性激素失调的时候，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呢？欢迎去寻找答案，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就这样，我们下堂课再见吧。